你做主。我带他去一个地方，他告诉我，我不想吃了。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地方，还是不想吃。我问他吃什么，他告诉我不知道。你做主，就是跟你叫板较劲，完全就是不顾及你的感受。那都是你跟你前妻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说这不吃那不吃的。我还没说你呢啊！我是说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你跟他一样？你别跟我矫情，行不行？咱们今天是在栏目上，能不能别这样？小王，我接着问你，你要跟他分手对不对？对。你不同意跟他分手是吗？对，我觉得之前我们在一起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而且我也还是已经习惯了有他存在，还是舍不得吧。舍不得他什么？虽然有时候嬉皮笑脸的嘛，但是也有很温柔、很贴心，然后也会经常逗我开心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在小片里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是不是因为我把他的这个生意什么弄黄了？你们在经济上有很多往来吗？不算吧，我也没怎么花他钱呢，我又不是拜金女，那我一个月就买一个包，买一件衣服，不是很买什么包，买什么衣服？告诉我多少钱吧。8、9千。衣服多少钱呀？也就5、6千呗。除了这个，他还给你花钱吗？就是他的信用卡、副卡都是我在用。啊，一个月刷多少钱呀？我没算过。一个月还多少信用？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吧，一个月也就1万多2万元。那现在刷多少？现在自己说吧。也就4、5万吧。这个要是我也不愿意分手啊，姑娘。不是呀，我又不是为了钱跟他那你觉得他现在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呢？我就莫名其妙呀，好好的还送我回家呢，前天晚上，第2天打电话就打死不接，就是不接。我说怎么着说句话呀？人也找不见，就是不接。能接吗？前天下午刚还完信用卡。多少钱？5万多块钱。不到2礼拜。就是我挣的赶不上花的。那你直接跟他说嘛，你说你钱花的太多了嘛。这个问题我跟他说了不是1遍2遍。克制点，我挣钱不容易，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。咱们公司明年就要扩大经营，需要很大的资金链。作为一个公司，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资金链，肯定是运作不下去的。我还跟他说，咱们将要借多少钱，来去把公司扩大。他说啊，我知道，那不是明年的事儿，跟今年有啥关系？我说啊，你过完今年不过明年了。他说咱俩去看2002吧。我说你有病吧？他说我有药。你说气不气人？我哭的心都有。第二个问题其实又浮现出来了嘛，就是花钱花的太猛了，对吧？就开始卖包水为生了。然后呢，我成熟的也比较早，经历的也比较多。您也许会怀疑我20多岁会有一些事业，什么，因为我经历太多了。我干过保险，做过汽车售后，等等等等。我跟他讲过，我说我是穷怕了来的北京，一个朋友一个亲人都没有，两眼摸黑。根本就没有理解到我内心当中的感受。我呢是一个单亲家庭的人，现在呢，我呢又跟老婆离婚了，前妻。偶尔会想想孩子，我想去看看孩子。
他不让你看。我一去看孩子，我都不敢告诉他，因为有一回我告诉他，跟我吵了3天，打电话不接，告诉你还想着你前妻是不是？我说我跟他已经完事儿了，离婚了，你干啥呀？他告诉我告诉你，因为有孩子牵扯，你跟你前妻这一辈子都完事儿不了。我以后再看孩子，我都不敢告诉他。我把我给我儿子买的小孩衣服藏到我公司办公桌底下。有一天他去我办公室了，我说让他待一会儿，我那开个会，紧接着看小孩衣服，大发雷霆，扭头就走。那他是藏起来，你放在您桌上，你放在桌子上，没准我就不发脾气了。我特别好奇啊，如果他一定分手，你分还是不分？不分。除非他不在乎我，不喜欢我，那我不会死缠烂打。如果说他不在乎，那你来干嘛？是我求你了。如果你铁了心就要分手，我就不跟你好了。我先告诉你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不想跟你好了，就想跟你说拜拜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只要他铁了心你就走吗，姑娘？不是你这人怎么就不记得咱们俩好的时候了？来，回答我的问题。人家现在就铁了心了，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想分。是这样，惯性。有求必应，总有一天会变成理所当然；百般的纵容，总有一天会变成本该如此。什么人进什么门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，这是肯定的。坦率的来说，刚才你在控诉自己的革命家史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所有台上的我赵川老师，我们3人都是白手起家，都有曾经你那样的艰辛苦楚，能够感同身受，不容易在一个城市里面根深蒂固。虽然你说话很有喜感。但是你刚才那份声泪俱下，我们完全有体会，不容易一个男人。恰恰是因为自己曾经有过苦，曾经有过难，总希望能够对自己的家庭给予自己的所有，所以有这些情况下就没有了原则，没有了分寸，就把人惯成了这个样子。他在最开始跟你接触的时候，据台本上所说，你正处于与前妻离婚的伤痛过程当中，他总是善解人意的安慰你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一个很美丽的年轻女孩，并不一定是贪你的钱。但我就有一点弄不清楚，你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是从那样一段婚姻当中走出来，你怎么能也变成他前妻那个样子来折腾他？我不是他前妻，我说了好多遍了。但是问题是现在你他对他前妻有阴影，他就把他对他前妻的阴影灌输到我身上来了。那我这样问你，你跟他相处这么些日子以来，你给他带来了什么？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除了拿钱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是在他伤痛的时候安慰他，还是他在公司失败的时候给他一定业务的支持，还是在家里做了饭、洗了衣、带了孩子？你做了什么？我给他买衣服，给他买香薰。谁的钱？谁的钱？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？姑娘，看看你这儿，我有一句话我特别想问你：人需要有感恩和知足心吗？我知足呀，我也没觉得他这些给我花钱是理所应当，他就应该这样，我又没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就是涂老师问的你那句话了。那你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你又花了他那么多钱，你该为他做些什么？我们一直在一起也挺开心的。如果说是因为钱的这方面，如果他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以不花他的钱，我甚至可以下了节目把他的卡都还给他。那他现在就说了，我们俩所有的回忆都是痛。你们俩认识8个月，在你们交往的过程当中，他看儿子你能争吵3天，然后你会用各种方式去拿他的信用卡的主卡和副卡，然后你问他要了一间工作室，然后这个工作室还不能按时开工和接活，那么我就特别想知道了，我要是一个男人，我留着你干嘛呢？那他不是喜欢我吗？那我可是他现在不喜欢你了，因为他发现在美丽的外表下是一个空壳。他没说不喜欢我。